大家好，本期節目主要與各位分享我在東非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請新興充電東非區負責人林總及 Moja EV 肯尼亞張總介紹在東非開拓市場的情況，他們對肯尼亞的前景如何預估？他們來非洲前與來非洲後對非洲的看法是否有所改變呢？我是新興充電在肯尼亞的國家經理。我們是新興充電在肯尼亞做光伏、儲能和充電站行業。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呢，我們是在摩加 EV 的一個院子裡面，他們有比較多的哪吒電動汽車，還有一些創維的，包括還有這些金龍的大巴，都是已經左舵改右舵的中国的電動汽車。這新到的是吧？對，是的。這是從印尼還有什麼泰國來的？对对对，我的主要市场是在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包括烏干達，都是我負責的範圍。我們做的比較多的項目都是類似這樣的，看光伏，融合了光伏加這個裡面是儲能。裡面儲能的，裡面是儲能電池，但是目前鎖起來的。鎖起來看不見。可以看一下。可以看看。好的，这样的儲能櫃子。這就是一個一個電池是吧？對，一塊一塊的電池，機架式的。這是什麼東西啊？這個是一個配電櫃，包括一些這個鋰電器之類的。這個是鋰電器在裡面都在裡面。配電和鋰電系統。在肯尼亞他們這邊的電動化的市場怎麼樣？電動出行啊？是這樣的，在肯尼亞這個加油站的話，油價是非常高的，油價大概是在11.5塊左右。比中國貴，對，1升。然後電價的話也挺貴的，在1.4塊、1.5塊。但是綜合算下來，就是跟這個司機聊他們就每天這些出租車司機嘛，一天會跑200多公里這樣子。他們綜合算下來，用這個電會比用油省了70%左右，所以說用電來說會讓他們就是每天的收入會增加嘛。對，那節約了那個成本挺高的。對，是的。這還是電價比較高的情況下，如果是像坦桑尼亞電價在7毛錢左右，省的更多。這裡一半的價格。對。哎呦，那就省到80%以上，85%以上。那它為什麼這裡的電價那麼高呢？這邊的電價高有多方面原因。第一方面是這邊怎麼說呢？電網的運輸能力弱，它損耗比較大。然後它這邊也有一些火電，然後一些。少部分的這個光伏風電，也有一少部分的這個就是地熱能發電。所以這邊電價目前來說是比較高。是咱們的哪吒。這全是哪吒。對。你們公司產品主要是這個對吧？主要是充電這個設備。對，充電設備，還有儲能。光伏板是我們公司的合作夥伴。你們合作夥伴 ，OK。我們生產主要是充電樁和這個儲能櫃。這個儲能是機架式的儲能，它不叫儲能櫃。我們還有就是融合更好的，帶一個櫃子一樣的。你們在歐洲多少年了？是18。我問錯了，我是說在非洲。在非洲在非洲的話，我們是去年才過來。非洲這塊的電動化還沒有那麼好。非洲這邊電動化正是方興未艾的時候，剛剛要起步的時候。對，然後我們也是去年看好這個市场，所以就在肯尼亞、盧旺達，包括埃塞、摩洛哥。埃及還有南非的這個主要的大的市場，就是布了這個點。人家一說起非洲，我們普通中國人總是以為非洲就是一個戰亂呀、貧窮啊、瘟疫的地方，對吧？對。哪知道就他們的電動化，其實現在也方興未艾啊。對，也已經發展起來了。真的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來沒想到，就在非洲也可以賣就電動車，還有這種充電設備。剛剛起步。大家都說 Africa 的 future is electric，非洲的未來是電力，我覺得非常好。就你比如說國內，尤其是南方城市，非常明顯，在路上跑的60%的車都是電動的。是的，因為它的氣候呢比較暖和，對吧？適合，对。非洲尤其是東非這一塊氣候也是比較適合的。對，氣候比較溫暖。對，所以說做這個電動車是非常合適的。目前的話，主要是受限於啥呢？就是這個交通這個道路相對沒那麼好，但是在肯尼亞和坦桑，包括埃塞，基建稍微好一點的國家，電動化應該進程會非常快。
總體來說，這裡的那個發展機會是很大的，你覺得是吧？对对对。哦，我们大家都看得到，再有三年左右，这边电动化肯定是完全能铺开的。多少年？3年左右。哦，3年左右。因为肯尼亚的总統魯托先生已經發布了一個類似於政府的指令吧，就是前10萬輛電動汽車來到肯尼亞是可以免稅，當然這個政策還沒有完全落地。這種那個綠能啊，這種清潔能源設備好像也是免稅的吧？對，免稅的，包括我們充電樁過來是免關稅、免 VAT。光伏版應該也是免 VAT， 這個關稅是肯定免的。像這種啊，我問一個問題，他們在這裡普通人應該買不起這種車吧？應該比較貴吧？對，這個車哪吒在這邊賣到450萬限令，就是人民幣在20多萬。20多萬，當地人是在國內可能8、9萬左右，是吧？對。這邊因為電車過來，畢竟還是關稅比較高的，加上關稅啊、運費啊、清關物流費用等等，還是比較高的。對，肯定還有一部分利潤啊，也包括在裡面，對吧？你介紹一下，因為我原來我沒有關心這個，你們叫新興充電，就這個 logo 啊，就這個 logo 給大家看看啊。新興充電是在國內應該會開電動汽車的，應該會都知道比較多，找到比較多，就是新興充電的充電站。在全世界是最大的嗎？充電樁的數量來說，我們在全世界的出貨量。充電樁的出貨量是最多的啊，出貨量啊，那挺厲害啊。在國內，我們新興充電和特來電，我們都是最高的啊，就是市佔率是最高的。對，林總，你說你是負責，主要是負責東非市場。對。然後呢，你們整個非洲估計也有幾個相當於地區經理吧，對吧？有的。我是整個怎麼說呢？是這個肯尼亞、坦桑和烏干達3個國家的這個類似於負責人吧。然後我們在埃塞，就像我剛才說的，在埃及、摩洛哥等等其他國家也是有負責人，對，有團隊在。然後西非那邊也有自己的那個地區經理這種。對，是的，西非在尼日利亞和加納這兩個地方。南非也有估計吧？南非有，南非一個，然後還有一個盧旺達也是有一個人啊，有個據點。對，盧旺達是屬於南非嗎？沒有，盧旺達是東非區域，但是盧旺達呢，因為啥呢？它那個電動化程度更高一點，而且盧旺達它左舵的，很多國內車就都可以去。盧旺達因為左舵車嘛，所以國內的很多車就可以去了，直接去，不用改裝，所以那邊電動化程度更高，也是我們的一個重要市場。這是金龍，這個金龍的 logo 好像和我認識的金龍不太一樣啊。就是這個 Golden Dragon。就是這個。那我原來看到有個那個有點像，那是裕通，這是裕通。裕通對，兩個不一樣。這個好像有點老啊，它的設計啊。這個設計就是沒有那麼時尚哈。對對對。但是在非洲市場是比較實用的啊。在非洲市場，電動大巴行業有，尤其在肯尼亞有個叫 Busgo 的，做的比較大，目前有將近100多輛，就是類似這樣的電動。哦，這是展示用的是嗎？現在？這是來的第一輛金龍的大巴。哎，好像我看你那個你的微信朋友圈裡面發的，你們是好像是做了。對，前2天是這樣，前2天因為是就這輛嗎？對，就這輛。哦。然後當地的公交公司的一些老闆、大老闆，還有我們的合作夥伴，還有我們一起就是給當地的公交公司展示了一下，就是我們的電動公交來了之後會有多麼的舒適，在路上跑了一圈。這樣子，他們的反饋怎麼樣？非常好，所以這個訂單預計能拿到明年的年中之前呀，可以拿到1000輛這樣子。哎呦，那1000輛很多啊。是啊，然後我們會給他們提供配套的光伏、儲能、充電這樣的服務啊。像這種類似的，肯定規模還要更大，對吧？對，是的。然後你說還有那個售後服務，對，咱們也去看看。好啊，好啊。這個是一個售後服務點，一個售後維修的一個服務點。他們本地人啊，他們開過電動車之後反應怎麼樣？哎，很多人都喜歡這個，因為這個電動汽車不僅是省錢，省這個加油的錢。第二個，很安靜啊，很安靜，而且它的配置更高一點，而且屏幕你看嘛，電動車的屏幕都很大啊，都可以在裡面看一看。Hello bro，Hello， 你看這屏幕挺大的，它可以也可以橫的，對吧？對，也可以橫着，對，橫豎都可以。对。You like this car? Yeah, too much. Gift for you. Okay, thank you.
So in the future, you can buy one. It's a good one, right? Of course. Mm. Future, I must have one. Mm-hmm. Yeah, in the future. Me and my family. So too. You tried before to drive? You tried before? Yeah. Okay. So what do you think? This guy is good, and what I can say, future is electric. And For you,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lectric and also the classic one? the normal one. Yeah. It's affordable. And Affordable. yeah. If you have this car, you can charge anywhere, even at your home place. With this car, you can do better, and it's capable of doing many things. First, it's capable of a job for taxi driving. 阿三对，哥，阿桑这边。你看他也说，就是出租车就比较好，对吧？对。成本比较低。对，因为他们出租车的话，每天跑的路程比较远嘛，所以他们的相比油车的话，省的钱就多。挺多的这里面。他开过来了，你看这小黑。画的地图你看都是非洲地图，东非的几个国家。对。非洲来讲，东非这一块儿，大家来的第一站一般都会是肯尼亚或者坦桑。对。肯尼亚的多，因为肯尼亚的地理位置更好一点。对。它有个什么优良的海港蒙巴萨，然后内罗毕呢又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是的，又是英语国家，对吧？对，所以对。很多，尤其咱们中国人啊，这个企业，中国企业出海，就是肯尼亚一般是首站啊，非洲这一块儿，环境也好嘛，这里。对，气候也好。对，我来到肯尼亚这首都内罗毕，我就觉得气候非常好。是的。夏天一年四季最高也就24、25度，对吧？像现在比较热的时候，就是26、27度、27、28度这样。然后晚上14、15度左右，对吧？对，大概这样。雨季会稍微冷一点，雨季最低气温也有到10度、11、12度。但是在当地已经算非常冷了，你要穿棉袄了。我前2天我就看见有人在上街的时候穿羽绒服的。对。不过这里气候还是真的不错。对。大概1个月工资多少？税后的话也能拿个12、13万了。12、13万，那很高了。他是算非常高收入的。对啊，税后呢？你们如隔壁那个房间就是那种普通员工呢，就是正常的小白领呢？3万、3、4万，3、4万是正常的水平。拿到手的对吧？就拿到手的嘛，就是交完税、交完社保全部了。税后的3万多嘛，3万出头，这是正常的水平，大概就是1500、1600人民币啊，这样子。那他10幾萬的算很高了，在這裡啊，對吧？算是類似於老闆、總經理助理級別的中上的，因為他們怎麼說呢，直接是幫老闆一起來開拓市場，包括對接銀行啊，一些包括當地的一些公交公司啊等等，直接是開拓市場的，就是老闆的左膀右臂這種。對對對，是會高一些，啊，7、8萬。普通員工是那個1000多到2000左右，對吧？對。他們就是6000多嘛。就你覺得他們目前這個國家，東非的肯尼亞，他們的發展水平相當於國內2000年左右嗎？差不多，差不多。就是我所接觸的啊這幾個地方來說，比如說內羅畢啊、蒙巴薩，包括Narok這幾個大城市，包括周邊這塊，我覺得是差不多。2000幾年到10年之間的水平啊。人們的工作水這個工資水平啊，包括這個生活狀態，就是人的這個什麼，你的支出和銷售比差不多啊。能打個比方，能掙1個月平均下來掙1000多塊錢，然後省着點吃，省着點花，也能攢下點錢，攢下一點。他們能攢下錢，還是能攢下的啊。對。對。當然住的地方都比較偏僻嘛，比較偏一點，然後。吃的話就是只買當地這種比較普通的食物，然後工業品也就是稍微奢侈品啊、手機啊什麼都買正常的，不要買太豪華的。對，它這裡的比如說1000多塊錢，跟國內的1000多塊錢的購買力是不一樣的。因為呢，它大部分工業品都要進口。我的感覺對不對啊？我覺得它這裡平均物價大概相當於國內的2倍到2倍多。我的感覺啊，單說工業品的話，比如說這個塑膠就是塑料用品啊，像這種就是當地生產不了的，只能從國內來的，你算嘛，關稅、運費、保險，再加這個物流清關，然後再到倉儲，再到這個門店的費用，再到利潤，一般是像這種產品啊，
都是国内的2.5倍甚至3到3.5倍之间，正常的。当然是当地能生产的，或者当地老百姓就自己能种的一些食品啊，这种像这种还是相对农产品就比较便宜一点，对。所以这边综合的成本来说，比国内的4线、5线城市要稍微高一些的生活成本。东非的这些国家都去了，对不对？那你觉得东非哪个国家发展最好？目前要我说，就是一个是卢旺达，一个就是肯尼亚，这2个国家比较好一点。就是居民的这种生活状态也好啊，包括这经济发展水平啊，包括基建設施啊，相對好一些。对，包括政局啊，比相對穩定。肯尼亞相對來說，它那個國家的實力肯定要比那個盧旺達要高，對吧？對，人口也更多，體量更大。體量更大。然後像肯尼亞這個首都內羅畢，它又是很多國際組織，比如說聯合國的所在地，對不對？對。又是東非的門戶，相當於吧？對。所以是不是肯尼亞要比其他東非國家更有發展潛力？我覺得是這樣的，因為你看嘛，很多一些大的公司的怎麼說總部都會設在這裡，比如說華為的，華為的就在拉文特茂，離我們這個辦公室也挺近的啊。然後你像海爾的一些就是那海信啊，在這邊幾乎都是設了類似於區域的總部啊，這樣的。很多其實國內的企業出海第一站都會來這邊看，都會來肯尼亞內羅畢，然後再去到周邊，比如說坦桑啊，或者是西非啊，都會再去看一看。這邊相當於中國企業出海的一個橋頭堡。克里馬里比較集中，中華街那帶。對對對，那裡比較集中，那裡也中國人聚集區嘛，也比較方便啊，吃的、穿的、玩的都有，一個小中國。然後你覺得這個國家它的法律體系怎麼樣？這個國家它法律體系就是像你來這邊辦事，你覺得他們會刁難你嗎？還是照章辦事？這邊怎麼說呢？法律體系是很完善的，它是英語系，是英國的對吧？對，完全參照英國這一套。但是呢，這邊這個發展水平是沒有達到英國那麼發達，那肯定人口的素質肯定也沒那麼高，所以你難免遇到就是怎麼說呢？一些稍微有點權勢，他拿着雞毛當令箭，對，會有一點這個刁難啊之類的啊，會有的，包括效率肯定也沒那麼高。目前我覺得在非洲的一個通病都是這個效率低，尤其政府部門辦事效率是低，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通病。還有一點是啥？這邊雖然沒有那麼嚴重的小費習慣啊，但是也有一部分啊，也不算說會吧，就是打個比方，你跟他去找他辦事，他會請我吃個飯之類的，也會有啊，也會遇到。但總體還能接受，對吧？總體是可以接受。這邊呢，畢竟政治環境也算是穩定。所以你比較看好這邊的市場？對，我是比較看好。我能夠理解，因為我是第2次來了。總體我覺得挺不錯的。對，就是比我們普通人沒有來過非洲的人呢，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樣。對，其實我是18年就來肯尼亞了。當時我來之前心裡也很忐忑呀。因為當時我們能了解到非洲的資訊，只有從電視上看到的落後、貧窮、戰亂，又是沙漠，熱的不行的，而且還有各種病毒，大家都害怕。然後來了之後發現內羅畢還不錯，尤其是這個周邊啊，甚至包括蒙巴薩，雖然熱一點，但是那個城市也還不錯。包括基蘇姆，對，都還不錯，包括基礎設施啊也都 OK。我叫張壽臣，是摩羯 EV 的一個董事，中國董事。然後我是24年就來到肯尼亞這邊了，對，跟着王總一起做新能源汽車這個板塊。然後剛來的時候，問題其實挺多的，怎麼說呢？因為它是一個新的產品嘛，因為肯尼亞這邊它二手車佔市場的95%以上，新車佔有率非常少。對，然後主要是日本的豐田日本車，然後其他的那種二手車佔據主要的市場。然後我們來這邊一開始就可能說寸步難行，真的是寸步難行，就是市場開發比較難，開始的時候。對。
你們主要是做哪吒的，对吧？哪吒哪吒，对，哪吒电动汽车，然後還有創維 SUV 啊，對，然後我們現在還在做那種16座的中巴，然後目前已經有一些銷售了，在这邊，在肯尼亞這邊，對，然後我們還有 bus， 我看見了，對，那是你們的 bus 對吧？bus 啊，叫金龍好像对吧？是。然後還有少林客車，我們也向国內採購了，預計下個月應該會到。這邊的難點呢，目前就是融資比較難，特別是對於新車的融資，電動汽車的融資。再一個就是政府方面，它沒有對於電動汽車的一個政策，沒有扶持的政策。對，沒有政策。你像中國為什麼發展那麼快？因為中國的政策扶持，对，是的，力度非常大。但是這邊的話沒有任何扶持，他一直沒有開這個口。但是我們一直在等那個契機，也相信應該未來幾年應該會有這麼一個契機出現。先要卡位在這裡，對吧？但是我們也沒有放棄啊。然後從24年到現在，我們已經前後有100多台哪吒到這兒了。然後現在在路上運營的有接近70台出租車，作為出租車來運營。對，70多台。對，然後客戶反馈都比較好，因為這個車，質量什麼的都沒得說。對，在這邊，然後口碑也慢慢的建立起來了。对，那肯定，你說他們大部分都是那個二手車。跟這新車根本沒法比，兩個時代的產物，對吧？而且電動汽車跟油車比，簡直是降維打擊，是的，可以說降維打擊的。所以凡是開過的，在這裡，他們這東非人可能都愛不釋手，我認為啊，對吧？是的，對，所以說現在我們有很多司機已經交了定金了，他們租車是需要先交定金的，然後已經有一個非常長的一個序列啊，司機已經交定金了，但是沒有車給他們。所以說他們一直在等啊，也就是你們在這裡運營，相當於租賃是吧？對，因為你像是完全實現銷售，這是不大可能的，因為之前購买力還不大。对他們的購買力，然後銀行融資方面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不是所有的客戶都能滿足。如果是作為私人買的話，一下拿10-20萬人民幣就非常困難，是這個意思吧？对，是的。而且你如果想要通過銀行來融資的話，肯定是需要你的银行流水什麼是的，各種指標都需要達標的。然後我們的話，我們為什麼租賃給司機？因為我們想要，在國內我們說是無產階級所以說我們想要這邊的那些客戶啊，那些普通人啊，也能開得上電動汽車。對，也做一個無產者，就是資產擁有。其實他們開了也是幫你們打廣告。哎，是的，對吧？因為他感覺好，他肯定會跟他親戚朋友說，這車怎麼好呀？對啊，對，一般在16左右。銀行融資還是比較高的。對，它這個資金成本高。對，資金成本。他們這裡買房的那個也差不多14個點到16個點，也挺高的。所以中國人買房一般肯定全款了，全款不合算呀。借给你，但是你不用用银行貸。对，是。银行貸太高了嘛。所以这電動出行還是有未來的，這裡啊，是吧？市場非常大。你計算過嗎？就是跟燃油車相比，他們那個運營成本可以節約多少？之前我們估算過，如果我們估算過巴士，電動巴士。對，如果按照它平均一天300公里來跑的話，一年跑300天，可以節省50%多以上。超過一半的成本。对，超過一半的成本。甚至是60%。它這邊油價特別高，11塊多啊，對吧？11塊多，跟他們的那個收入比起來，那個油價太高了，我認為。是的。比國內都還高。尤其這邊的很多這個拿來跑運輸的這些小車都是二手車，所以它的這個油耗也高，對。而且它這邊油車都是二手，然後保養成本也非常高。基本上5000公里就需要保養一次。然後他们的費用也比較高的。但是電動汽車的話，保養就很簡單了。
如果是它的電費今後能夠再降一點就好了啊，目前是有點偏高，對吧？它的電費啊，這個電費這個1.4左右。其實也不要去擔心電費這個，因為肯亞 Power 就是這邊的電力局說之前已經給出一個政策了後面的話，第一個它會在主要的商業區以及住宅區搭建那個公共充電樁。第二個就是它會調整電動汽車那個充電樁的收費費用。對，白天是16先令1度電，晚上是8先令。那就很便宜了，非常便宜。对，是的。对，白天可能1塊錢都不到，1度電。对。但這主要是針對你們這些稍微充電就是電動汽車呀，或者是充電樁行業比較多的。对。不會對所有的小區啊都開放。這個政策對你是利好呀，對呀。对。但是我覺得肯定是對你來說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是吧？現在慢慢更容易一些了。光明就在眼前，光明就在眼前。國家它現在有免稅的政策，現在。總統說了一個免稅的這個前10萬台免稅的這個號召吧。但是政策還沒有完全落地。沒有落地。在等。反正是越來越好，大家能看到這個非洲的未來一定是電動化，100%，尤其東非這一塊。我來的感覺就是覺得這大興土木啊，熱火朝天的，給我的感覺，有點像國內2000年左右那時候剛剛經濟起飛的時候，飛速發展。對，飛速發展，有這個感覺。你在內羅畢看這個樓盤就知道了，100多個樓盤都在幹，都在施工。大部分都是中國人在這裡的開發的，對嗎？好像有幾百家吧，應該有幾百家。對，200-300家。從去年啊，只是說去年的數据，200-300家过来多房，对，200-300個樓盤，對。我現在住那個也是原來中國開發商開發的，好像管理也是屬於中國的吧，整套系統啊。他們開發完之後就是物業，然後後面可能會有包括一些我看到已經有臨街的商鋪了，就是那個挨着黃河人餐館的那個，我忘了叫什麼名字了，那個小區啊，前面一排是有商鋪的，臨街商鋪，就是物業商鋪，中國的模式，全來了，非常好，而且這裡價格好像大概5-6千左右哈，一平，對吧？對。作為一個國家首都，我認為不太高吧？不算高，應該有發展潛力吧？對。而且這邊環境這麼好，小張有沒有想好買？在這裡肯定要買呀。先攢錢，先攢錢。這邊確實挺舒服的。你來2年了，一直沒有回過國吧？對吧？沒有，我們是1年回去1個月。1年回去1個月？對。那你來非洲之前，去過哪個國家嗎？沒有。那我想問你，你原來對非洲的腦海中印象是怎麼樣的？沒有來非洲之前？沒有來非洲之前，第一個是熱，對，非洲熱。然後呢？第二個窮，吃不好，喝不好，環境差，對，這就是刻板印象裡邊。然後不安全。然後對，不安全。戰亂，這邊人不講衛生什麼的，不講衛生。對，這就是一種相當於刻板印象吧。所以你來到之後呢，就是跟原來刻板印象有很大距離嗎？你覺得？10萬8千里。10萬8千里。對，這邊就是跟你想象的完全都不一樣。首先不熱這裡，對吧？但是其實現在發現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網上很多就是拍那種非常窮的那種地方的視頻。其實我有時候就很氣憤，你為什麼要發這種呢？我也很不理解。對，他們就是故意找一些偏遠的地方，对，那種地域去拍，就为了蹭熱度。对，所以說國人沒有來過這裡的，特別是沒有來過這裡的，都沒對，而且以負面的印象為主，對吧？是的。但是你只有真正的來過，真正體驗過這裡的生活，你才會知道。這裡其實非常有發展潛力的，非常舒適的。首先，氣候跟你想象完全不一樣啊。對，這裡根本就不熱，對吧？是的，四季如春，我認為。可以說。所以我覺得有點像昆明啊，其實這氣候。對，這邊海拔嘛，海拔1700米。這邊樹上葉子總是綠的，然後它這邊光照也很好，也挺好。對。很多熱帶水果，比如說芒果啊那些。
都非常好。哎，牛油果。所以你没有后悔来这里？没有，后悔没有。这里也是你今后发财的地方，是，肯定是。张总，我觉得未来可期。未来可期。你看那么年轻，对吧？对。我都特别羡慕你们。继續努力啊，爭取在這兒闖出來。其實我們公司可能相當於應該是第一家真正做新能源汽車的。為什麼叫貓甲 EV 呢？貓甲在斯瓦希里語就是一啊，是嗎？對，就是一啊，也可以理解為 number one。所以這個品牌其實挺好的，對吧？對啊。